如此大的场面，大家能否猜出是什么节日呢？精心照顾刚刚生下猪崽子的母猪妈妈，前一批出生的小家伙被关进了单间开始断奶，而这油煎的食材又能否看出是什么食物吗？去除一个米饭的可能。新一天的来临，小两口把昨天买回来的零食分袋装进红色的塑料袋中，准备前往山下参加今天的节日庆典。而这些装好的零食是要分发给一些小朋友的。等分装好了所有零食后，两人背上竹篓向山下走去。等两人来到了村里的礼堂，已经有个小哥在门口等候他们两人了。礼堂里面的位置上也已经坐满了人，台上也站满了人，进行着什么仪式。墙上闪烁着的氛围灯也预示着今天是个喜庆的节日。小两口也是上台由小慧进行致辞，毕竟小两口因为拍视频也算当地有名的大网红，也帮助过很多困难的老乡。今天也是带着礼物和 money 来捐款的。大家能猜到是什么节日吗？那么由小编来揭晓。今天是圣诞节，也就是他们过年了。等仪式结束后，小两口把带来的零食分发给在座的小朋友们。忙完，赛家独自回到了农庄，小慧又回去照顾老人了。赛家在农庄附近砍伐了一些竹子背回农庄，鱼池经过一天的蓄水也有1米多深了，再过些天就能养鱼了。放下竹子后，赛家用卷尺量了一下门的宽度。由于天气的转冷，赛家要给房子制作一个门，按照量好的长度把竹子锯成相同长短的竹筒，接着用柴刀把锯好的竹筒从中劈开，用斧头的钝面把竹片上的竹节给砸扁，使竹片能够平铺开来，方便之后的编织。忙到了一半，看眼时间也不早了，赛家开始为野猪们准备食物，用山泉水把食物稀释成汤水，倒进猪食槽中供野猪们自行享用。因为大野猪的存在，几头小家伙不敢到猪食槽中吃东西，赛家也要尽快把它们分开来喂养，给还在月子中的母猪也喂上食物补充营养。几只刚出生的小家伙卷缩在角落不敢出来。喂完了野猪后，赛家继续门的制作，把已经铺平的竹片用最为传统的十字编法进行编织。当然对于赛家来说这些都是小菜一碟，不到2小时就把自己主卧的房门给安装上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冷风的侵袭了。眨眼到了第二天，昨天因为过节的缘故并没有到城镇去做生意，今天一早赛家就在农庄内抓鸭子，准备拿到城镇中进行贩卖。而后又到了农庄对面，在自己前些日子播下种子的斜坡上采摘一些刚长出来的菜苗。此时菜苗也是非常好吃的时候，无论是来个清炒还是刷个火锅，那味道也是极其鲜美的。而这密集的秧苗拔掉一些，对于剩下的菜苗来说也是极好的，减少了从土壤中吸取养分的竞争对手，有助于剩下的菜苗更快的生长。准备好了2种食材，赛家马不停蹄地赶往城镇，也能趁早赶个早市。依旧来到街上的路牌底下铺设摊位，年轻老板娘也打着哈欠在卖她的玉米了。新鲜的菜苗很快就迎来了顾客的抢购，没几波客人菜苗就所剩无几了。一旁的年轻老板娘趁早下手也要了2把，剩下的鸭子才是这次出售的大头。等候了一会儿时间，来了一个骑着摩托的大客户，崭新的摩托座驾也证明了小伙子家底不一般，就这穿了双拖鞋破坏了他的气质，一口气把赛家带来的鸭子全部包圆了。付钱时不带一丝犹豫，也没有讨价还价。卖完了带来的东西，赛家也就背上竹篓返回农庄了。走到半路，赛家顺便采割一些芋头茎秆带回去制作猪食。回到农庄，把芋头的茎秆切成小块，方便更快的煮熟。切了足够的量，装进大铁锅中，之后就可以放到火上进行蒸煮了。加上些许自己研磨出来的玉米粉，让食物在火上煮着。赛家给小鸡仔们投喂些玉米碎渣，确保它们能吃饱，等长大一些就能自己寻找食物吃了。赛家来到木薯林采挖些新鲜的木薯，准备给自己制作食物。自己一个人的食量，赛家也并没有拔很多。回来后，在水龙头边把木薯的外皮去除清洗干净，再用刨丝器把白嫩的木薯刨成丝。视频开头那段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是用这木薯做的。刨成丝，用手把木薯丝给搓碎，如此看上去就像跟米饭一般。完事，赛家把已经煮熟的猪食倒进各个容器中进行冷却，方便一会儿的投喂。接着赛家在火上架子上放好平底锅，油锅里倒，等油温上来了，把搓成泥的木薯放到锅里进行煎炸。此种做法控制火候非常重要，毕竟烧的是柴火，当然也必须把木薯给煎熟了，不然很容易中毒。得空，赛家把野猪们的食物先给喂上。上一批出生的小家伙都被关进了小房间，由于太小容易吃不到食物，也是时候让他们断奶了。如此大公猪也能再次开始播种。等喂完所有的野猪后，也到了赛家自己的晚饭时间。外酥里嫩的木薯饼看着样子非常的不错，掰开看着也非常的软糯，看得小编肚子不争气的叫了。常言道，养鱼先养水，好水养好鱼。经过几天的蓄水，鱼塘迎来了第一批鱼儿的入住，农庄内养的动物都陆续的诞下了他们的孩子，也算是给农庄添砖加瓦了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新的一天来临，
一大早，赛迦拿着鲁班锯就开始了劳作。由于今天有人来农庄里送鱼，所以赛迦今天也就不打算到集市上去做生意了，空闲下来了，在农庄内搞些新的建设，把锯成相同长度的竹筒劈砍成竹条，把竹条的一头削尖后，交叉的插入地底，给农庄内的地块围上一个篱笆，预防农庄内的动物们出来偷菜，整体看上去也更加的美观。围完了篱笆后，赛迦再次锯起了竹子。然而这次锯出来的竹子，赛迦打算搭建一个棚子作为家禽们的孵化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农庄内的鸽子和鸭子都陆续的孵出了自己的孩子，然而孵蛋的窝却是东一个西一个。为了更方便的看护，赛迦趁着今天有空闲的时间，决定给他们搭建一个统一的孵化室。当然，搭建棚子的首要条件是把地板和地面隔开，防止直接接触到潮湿的地面。而有着趁手工具的加入，搭建的进度也是非常的迅速。当赛迦正在给棚子绑扎棚顶的底基时，送鱼的老乡开着他那部织机手的摩托车来到了鱼塘边。赛迦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，要先把自己订购的鱼给放进鱼池中，怕时间长了鱼儿可能会死。两箱鱼没用任何的打氧气，全靠摩托车一路的颠簸所产生的氧气才扛到了这里。然而此次赛迦买的并不是鱼苗，而是一些个头较大的草鱼和鲤鱼，当然也是因为这两种鱼比较好养活。到了鱼池边，赛迦把篮子中的鱼一条条的放进鱼塘中。这鱼池中的水也已经养了好几天了，水面上也漂浮了一层泡沫状的藻类。此次所放下去的鱼并不是很多，远远没有到达鱼池的饱和状态，如此鱼的成活度也就更高了。等结完账送走了老乡，赛迦继续开始搭建棚子，用以前剩余的棕榈叶给棚子铺上房顶。然而这铺设工作看似简单，其实一点都不难，但所要消耗的时间却是不少。原本只有4只的鸽子现在已经繁殖成了一群，刚出生的小野猪也在母猪的怀里疯狂地抢夺着奶不滴滴的使用权。3小时的不停绑扎，赛迦终于完成了搭建工作，一个既通风又能躲雨的棚子完美竣工。接着赛迦用竹片开始编织孵蛋的鸡窝，当然也可以叫鸟窝和鸭窝，毕竟农庄内养的动物比较多，谁先占位就是谁的。而编织这种竹篓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还要在其上放一堆柔软的茅草，所以制作时比较粗糙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快。赛迦也是多编织了2个小一点的竹篓作为鸽子的窝，因为现在农庄内已经有了2窝刚出生的鸽子。而后赛迦到没被开发过的斜坡上收割一些柔软的茅草，一会儿可以给刚做好的竹篓铺上。回来后，赛迦先给2个小竹篓铺上杂草，接着把鸡笼上鸽子自己做的窝给拿下来，把它们放到自己刚制作好的竹篓中作为它们的新家。放到棚子底下，给另外4个竹篓也同样的铺上茅草，以后不管是鸡鸭还是鸽子都可以在这上面孵蛋。赛迦来到小溪边，在小溪边的鸭窝中把几只刚出壳的小鸭子掏出来，而后赛迦坐在棚子中欣赏着自己农庄内的新生儿，也是非常的开心。有着新生命的加入，农庄也将越发的壮大，当然赛迦以后的细心照料也是少不了的。自制抄网给刚投入鱼的鱼塘清理水面上的漂浮物，精心喂养农庄内的动物，时刻都有新生命的降临。喂给野猪们的食材每天变着花样的换着，到集市贩卖蔬菜的生意仍在继续。新的一天来临，紧锣密鼓的工作就开始了。赛迦先是给农庄内的鸡鸭们投喂上今天所需的食物，一天也就喂一次，就算没吃饱，只能靠它们自己去到处寻找食物吃了。喂完了鸡鸭后，赛迦带着柴刀去往山上寻找野猪们吃的食材。到林中，赛迦砍伐了一些长着很大叶片的树枝。而这又到了小编的知识盲区，有老铁认识这种能用来喂猪的植物吗？科普科普，让小编也长长见识。赛迦收集了2捆长着大叶片的树枝，而后又在丛林中收割了一些较为嫩的芭蕉叶带回去。2种不同的叶子能很好的调换野猪们的口味。赛迦背着2捆收集的猪食返回农庄，回来把新鲜的树叶抛投到猪圈中，今天给他们吃些不一样的食物。当然，被关在猪舍中断奶期的小家伙也不能忘了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吃这种树叶。看着自己养鱼塘中那么多的漂浮物，赛迦着手开始制作抄网，尽快的把漂浮物捞起来改善水质，把1根小指粗的钢筋敲直作为抄网的网头，熬成一个圈后，把以前作为围栏的线网编织成一个网兜，如此也算省下了一个买抄网的钱。接着用橡皮筋把网兜和竹竿手柄捆绑起来，而作为手柄的竹竿必须要长一些，毕竟赛迦自己的鱼塘也不小，太短的话可能会够不着。做完了抄网，赛迦来到鱼塘开始打捞水面上的漂浮物，因为水流的缘故，漂浮物都聚集到了放水口的位置。在经过赛迦99、81分钟的打捞，鱼塘的水面上已经看不到了一丝杂物。赛迦来到农庄附近砍伐一些芭蕉叶作为鱼儿的食物，把砍伐回来的芭蕉叶抛投到鱼塘中，现在鱼塘看上去就干净多了。把多余的一些芭蕉叶抛投进猪圈中，给野猪们打打牙祭。赛迦也顺便查看一下新生儿的状况。在鸡笼的鸽子窝中又迎来了2只新出壳的小鸽子，粉嘟嘟的身上只有些绒毛。一个鸡窝中也有了1颗新生的鸡蛋等着母鸡来抱窝。
忙完了动物们的事，赛迦背上竹篓要准备到集市中去贩卖的食材了。先是来到了最早种植芥菜的斜坡，这里的芥菜都已经开始开花了。赛迦选择一些还没那么老的进行采摘，毕竟在菜市场也有一些专门卖这样的菜台，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赛迦在这里扫了一圈后，又来到了自己农庄对面的斜坡上。这里的芥菜才种下不久，非常的鲜嫩。采摘的虽然是同一种蔬菜，但味道却是各有千秋，这也就看顾客自己的选择了。在小编看来，应该还是嫩的比较受欢迎吧。采摘了一部分后，赛迦在自己农庄内的菜地收割些包心菜。今天要贩卖的都是一些自己种植的蔬菜。把包心菜外表上的几片菜叶掰去，已经太老了不能食用了，但用来喂猪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用竹条把采摘回来的芥菜捆绑成小捆，到了集市就不需要再称重了，直接按捆卖也方便了很多。准备就绪后，赛迦关上门，背着蔬菜前往集市。来到街上，赛迦选了一家卖水产的店铺门口摆摊，把带来的蔬菜都摆放在编织袋上供顾客挑选。很快就有人上门选购赛迦的商品，也不知是来的时间不对，还是赛迦选的位置不好，来了几拨人买走了一些，但剩下的还有一大半。于是赛迦把菜都收回到了背篓中，开始背着沿街进行销售。背都背下来了，不可能再背回去了，就算便宜点也要把它们卖了。最终赛迦进了一个市场，把剩余的蔬菜都在这里消化了。毕竟人人每天都要买菜的，低廉的价格买上一些放一天也不会坏了。没用多少时间，赛迦就把所有的蔬菜给卖了出去，背着竹篓返回，在半路买了几个烤地瓜带回去当做晚餐。忙碌的一天也到了尾声。除了还在月子中的母猪和小野猪，其他的野猪再次放出来聚集在了一起。小鸡们的长势也是非常迅速，足见赛迦的照顾很到位。4只刚出壳的小鸭子成功的继承了4只小狗的别墅，而这橘红色的树根，大家又是否知道是什么植物呢？风和日丽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一大早赛迦就来到了丛林中寻找今天要去集市贩卖的山火，用柴刀在粗树藤上削下一块，辨别着是否是自己所需的材料。在这丛林中有非常多用来做中药的植物，当然对于常年混迹于山林的赛迦来说，是否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很容易辨认。茂盛的丛林很少有人类活动的迹象，这也致使在这丛林中的资源非常的丰富。赛迦在一根树藤上发现了今天自己所要收取的植物叶子，在树藤上砍了一个缺口，也再次印证了自己寻找的东西没有错。这种树藤对于一些生在农村的老铁应该不陌生吧？这是一种中药的药材，名叫鸡血藤，可以用来泡酒，而它的主要功效包括止痛、消炎、抗菌、降血压等。以后上山见了可就不要错过了。赛迦利用整个身体的重量，把双脚踩在树藤上，用力地把攀爬到树梢的鸡血藤给蹬下来。而对于赛迦这种丛林老手来说，凡事都不能做得太绝，把树根给断了，而是选择了自己刚拉下来比较细的藤进行砍伐，让根茎埋在土中继续生长。对自己来说，这些也已然足够。而在接下来的这棵植物就到了小编的知识盲区，这橘红色的根茎有老铁认识吗？每天给大家做视频也该有些回报，让小编长长见识，以后上山也能多一项技能。如果有老铁认识的，在评论区留言解答。收集了2种材料，赛迦把树根用藤条捆绑好，然后直接背上满满登登的竹篓往山下集市的方向出发。还是来到经常摆摊的位置，把背篓中的药材平铺在编织袋上，等待顾客的上门。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。对于调理身体的药材，无论是泡酒还是用来煲汤都是非常不错的，相对来说也非常的受欢迎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摊位上的东西就销售一空了，赛迦也就背上竹篓返回农庄了。毕竟动物们还等着赛迦去投喂呢。回到农庄后，赛迦就开始为野猪们制作食物，把发酵完的芭蕉树芯倒进大铁锅中，接着再加上粗糠和纯天然的山泉水进行搅拌。如此简单的猪食算是加工好了。今天赛迦把猪舍中正在断奶的小家伙们都放了出来，把3个猪食槽都分开的进行摆放，不然小家伙们可能就吃不到东西。在猪圈内用铁锹把水泥地上的杂物都铲到一旁，方便以后的清理。而后把准备好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，猪群立马围了上来，开始疯狂的抢食。当然小家伙们还是会被大猪们欺负，但这也改变不了他们干饭的决心，在几个猪食槽中来回的穿梭。随着野猪们的数量增多，这也是避免不了的。等喂完了野猪后，赛迦给鸡鸭们也喂上食物，专用的叫唤声很快就把到处乱跑的小鸡们给唤回来了。而几天前刚出壳的4只小鸭子，赛迦把它们搬到了以前小狗住的狗窝，给它们也喂上水和食物。接着在鱼塘边的斜坡上砍伐些自己种植的橡草，投喂给鱼塘中的鱼儿食用。怕这些橡草不够吃，赛迦又到附近砍了些芭蕉叶抛投到鱼塘中。如此忙碌的一天又接近了尾声。随着农庄内的野猪数量逐渐增多，赛迦牵着一头自己从小养到大的野猪下山进行出售。
而这越南制作的烟熏肉和我国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时间飞速的流逝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今天赛迦把几只小鸭子投放到了小溪中，跟成年鸭团聚。第一次下水的小家伙天生就是游泳健将，在水中跑得飞快。而后赛迦在煮好的猪食中添加上纯天然的山泉水进行冷却，再把制作好的玉米粉也倒入大铁锅中，用勺子进行搅拌，把各种食材混合均匀。先来到了猪舍中投喂，怕小猪吃不到，赛迦留了一个只有小家伙们才能钻得进的小门，如此就不用担心小家伙们吃不饱的问题了。接着赛迦用铁锹在猪圈中清理出一块干净的空地，准备给大猪们投喂食物。刚在猪舍中吃完的小野猪也是准备着吃第二餐。投喂完食物，赛迦挑选着今天要拉下山出售的成年野猪。由于这些日子支出比较大，所以赛迦只能忍痛割爱地出售一头母猪来换取些银两，用一条麻绳绑住野猪的后蹄前往集市。对于自己养的猪，赛迦也是照顾得非常细心。到了半路，赛迦从口袋中掏出为他带的零食进行投喂，稍作休息。而这野猪也只是卖给别人去养，并不是直接的卖给屠夫。一路的细心照顾下来，赛迦也是非常舍不得。而当赛迦刚到大马路上，就有摩托车停下来想要买赛迦牵着的野猪。赛迦出350万越南盾的价格，骑摩托的小哥还价要赛迦再便宜点，而这价格已经是赛迦的底线。牵着自己野猪继续往集市的方向前行，没走多少路就又停下了小两口想买赛迦的野猪。两人对野猪来了个全方位的检查，又是掐又是摸的观察着野猪的状态，最终还是以350万越南盾的价格买下了赛迦的野猪。站着看着自己养大的野猪远去，赛迦还是非常的不舍。回到农庄，赛迦开始为自己准备食物，这是赛迦前些日子所包的粽子，就像年糕一样的切成小块，接着把切成小块的粽子放进油锅中进行煎炸，等到把它们煎至两面金黄，就可以大快朵颐了。简简单单的一天又将过去了，眨眼时间到了第二天，每天都是从喂养农庄内的动物开始，当然这也是赛迦主要的经济来源，必须得到最细心的照顾才会有更大的回报。赛迦给农庄内的所有动物都喂上食物。今天赛迦准备自己熏一些猪肉留着过年吃，当然在越南也是过农历春节的。一大早，赛迦背着竹篓来到了集市，在一家肉铺开始挑选起了猪肉。由于是做熏肉，赛迦毫不吝啬地挑选了2块大的，毕竟烟熏了也不怕猪肉会坏掉。等买完猪肉，赛迦就背着竹篓返回农庄。回来后，把猪肉放在簸箕中开始分解，把猪肉切成条状，方便烟熏时入味。接着把一些香料放到铁锅中炒熟，把香料磨成粉后，均匀地涂抹在切好的猪肉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我国制作烟熏肉是这样的吗？小编这里是没有做烟熏肉的习俗，懂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解惑。涂完佐料后，赛迦用铁丝把猪肉给串起来，方便一会儿的熏烤。而后在农庄旁的空地上生起火，在火的两旁挖出2个桩洞，用来当做挂猪肉的支架。接着做个龙门架，把挂好猪肉的铁丝绑在龙门架上，如此就等着烟慢慢的把肉熏干，当然还要长时间的给火添柴，保持热量。下集小慧将回归农庄，而赛迦要去给朋友帮忙离开几天。经过1天1夜熏制的猪肉到了可以储存起来的时候，喂养野猪的工作又交给了小慧。自家的鸡又在草丛中暗搓搓的培养幼崽。农庄内来了小两口，请赛迦到家里帮忙。雨后的山路已经被雨水清洗，原本的泥路也被雨水给淹没了。小慧抱着一条小狗在去往农庄的路上，然而今天还有2个客人也要去往农庄。小慧在去农庄的必经之路上等着2人的到来。没过多久，就有1男1女如约而至，3人一同前往农庄。此时另一边的赛迦正在制作泡菜，把洗干净的菜叶放入锅里的开水中浸泡一下，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。当然经过开水烫过之后，菜叶中的细胞物质被破坏，将加快腌制的过程。接着到水龙头旁把泡好的菜叶切成小块，容易一会儿的装瓶。此时往农庄走的3人也刚好到了，简单的打过招呼后，赛迦迅速的把手上的泡菜装瓶工作给完成了，好来接待刚到来的客人。4人坐下来开始交谈。然而这次小两口来到农庄是想请赛迦前去帮忙，赛迦也毫不犹豫地换好衣服，背上行囊准备前往。刚见面的小两口又要分离，接下来的这几天农庄将要靠小慧一人照顾了。3人即刻启程向着山下行去。小慧也换好了衣服，开始了今天的劳作，拿着扫把先是清理起了农庄内的场地，毕竟有个干净的环境，心情也会好上不少。等扫完院子后，小慧背着竹篓去收取赛迦昨天烟熏的猪肉。经过1天1夜的熏制，挂着架子上的猪肉已经被完全烘干水分，外表也微微变黑，至此也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储存而不变质了。小慧把架子上熏好的猪肉全部摘取下来，放进竹篓中，然后把猪肉挂在干燥通风的厨房中。如果想吃了，随时都能割1块下来品尝。接下来就到了1天1次的喂猪环节，把煮好的食物用山泉水进行稀释，用铁锹在大铁锅中进行搅拌，使猪食得到均匀的混合。等搅拌完，把食物倒进2个猪食槽中，
猪圈中等待已久的野猪立马开始疯狂的抢夺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在原农庄生下的几只野猪已经逐渐长大，到了该出售的时候。由于血缘的关系，要把这批野猪给卖了，换一些新血统，为他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做好基础。而关在猪舍中的小野猪也长大了不少，再过上不久也能放到猪圈中了。喂完了野猪后，小慧来到山上的竹林砍伐竹子，选择一根较粗的竹子用来制作鸡鸭的食槽。回到农庄的小慧把竹子的两头用鲁班锯平，接着用锯子在每个竹节处锯到一半，然后用斧子在竹筒上抠出锯出的位置，最后用柴刀把凿出来的进食口修饰一下。如此一个既好看又实用的喂食器就完成了。刚做完的喂食器小慧就用上了，给农庄内的鸡鸭喂上玉米粒。农庄内自己养着的小鸡也有成年鸡的一半大了，长势良好。小慧数了一下，母鸡的数量少了一只，来到农庄对面的草丛中寻找少了的那只母鸡，可能又到这里生蛋了。不久后，小慧就在草丛中找到了正在孵蛋的母鸡。小慧拿来赛家编织的竹篓鸡窝，把母鸡底下正在孵的蛋给掏出来，拿到赛家专门为它们搭建的棚子中进行孵化，也能第一时间发现新生儿降生。